小崔23岁，来自山东，摄像助理，有请小崔合群。小江24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小江，有请。欢迎两位啊。恋爱多久了？将近1年了。将近1年了。对。啊，怎么认识的呀？工作吧，因为他在一家那个电商公司上班，然后我正好就是去兼职嘛，然后去了几次，就这样认识了。哦，兼职干嘛呀？就是拍摄、拍东西。哦，模特。哦，你是摄助。对。哦，就这么认识了。对，我一开始跟她谈的挺投机的啊，她也挺积极向上啊，然后挺有活力的一个女孩吧啊，然后我就挺喜欢她的。小伙子什么吸引了你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他对我非常好，就让我感觉到他很踏实，虽然挣不了多少钱吧，就是让我很有安全感。也做过一些让我感动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他就白天上班嘛，然后只有下班了才能陪我。然后我宿舍门是10点半关门，他每次都是下班之后来陪我，我自己学习，他就在旁边看着我，就是10点的时候他才回去。然后因为他也赚不了多少钱，他又不可能就是每天晚上打车回去，因为也挺远的。然后我都不知道他自己都是骑着共享单车那种，骑着车自己回去，大晚上的。骑多远啊？每天10公里吧。这坚持了多久啊？坚持2、3个月，因为那段时间他学习挺紧张的然后我就要陪他很晚学习。所以说就那2个月的时间我陪他。后来我们俩就是说有车子了，有自己的车子了，所以说就啥车子？电动车。哦，电动车啊！你买了个电动车？对这么一说还挺浪漫是吧？也算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刚开始吧。显然这个话是，但是后来我们那个了，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说后来，好不好？后来我觉得可能就是2个人待时间长了吧，就是矛盾也都出来了。他就是做事很不靠谱，让我觉得。从安全到不靠谱，怎么不靠谱了呢？做的什么事儿啊？就是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会把这件事情考虑周到。就有一次嘛，就是我去医院，我们那边的省医院，因为是在临市嘛，我对那边也不熟悉。他提前1个周都说好了，说答应陪我去。结果呢，他等到了前一天的下午才请的假，人直接说不准。然后那天就我自己去的，因为临近双11了嘛。我们那边电商公司就很忙，对我们老板也是来回忙前忙后，我也没机会给他说。突然临近那几天嘛，然后就突然来了个大客户，然后就突然就把我安排到那个客户那个地方然后所以说我后来也给他说了，然后他就一直不听我这个解释。不是说这一件事，好吧，你忙吧，那行我自己去了。我是说类似的事情，他就是这个事情的方式就不对，比如说。我过生日吧，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的，我过的第1个生日，我俩一块过的第1个生日，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有纪念意义一点。我觉得，因为他也赚不了太多钱，就是我也不希望他给我买什么贵重礼物，然后我就想要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日蛋糕。我在很久之前，很久之前，我就把生日蛋糕的图片发给他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嘛，我觉得我怕忘，我又给他发了一遍。然后呢，他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才去订的，人家直接说订不了，你这种订做的你得提前1个周订，就是我们的材料，就是有些材料我们这没有，得现买，所以那个蛋糕就完全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蛋糕。我以前也没订过蛋糕，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别人过生日订蛋糕什么之类的。而他那蛋糕我看着一个6寸蛋糕也没什么。然后去了以后，人家说这些材料他们没有嘛，我还专门去了一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那些蛋糕店去给他订那个蛋糕，然后人家说没有，所以做出来的蛋糕不是他不很喜欢，但我觉着和他想的那种差不多，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永远都觉得他觉得应该没有事情，应该没事。我觉得做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样，他就永远会这样，他不会去把这些事情考虑周到了。包括我们在一起约会也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出去了之后问他，咱去哪儿呀？你想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怎么了？你想去哪儿，咱去哪儿？不是挺好吗？多好啊！我想要的是。可以有人给我出主意，有人帮我制定计划。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想，我要去干什么，要什么路线都是我自己规划。那我有男朋友了，还是全是让我干？是不是女朋友有点性格，脾气还有些大？对，有没有？对，怕他吗？我挺怕他生气，但是
但是生气，但是平时也没觉得啥，就是有时候闹脾气嘛，我觉得也应该，但是应该，这毕竟小女生嘛，对不对？闹个脾气也应该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她有些事情就是你没说两句话，她接着就突然就发火了比如呢？我之前我们俩不是比较喜欢出去玩嘛，然后我定了一个地方，因为要坐公交车，到那一个目的地是要走上那么一小段距离的而且我觉得，咱出去玩，咱也不能一直坐在车上，咱看风景是不是？然后咱就走走看看，挺好。然后他出门之前嘛，我就告诉他，咱别穿高跟鞋了，咱穿高跟鞋挺累的，咱毕竟两个人出去好不容易出去一次，我上班地方是单休嘛。好不容易跟他出去一次，咱就溜溜逛逛，是不是？咱吃点想吃的，看点想看的。走了一半吧，也就，然后他就很累，很着急，很上火，就说到哪儿了什么的。我说快了吧，那本来也没多远，是不是？然后他就特别发火。听完我这句话，特别着急，哪有特别发火？没必要生这个。你就说的很随意，就是那种然后他怎么生气？就说了一句，还是说大发雷霆，还是说他就要往回走？他就对我凶嘛，就说什么怎么还不到啊，什么之类的嘛，很累嘛。我就觉得没必要，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明明就是说，你说你让我抱着，我也可以抱着你；你要让我背着你，我也可以背着你，对不对？好啊。然后咱没必要生气，咱好好讲出来以后，我能做，我就做出来了嘛，这也不是什么难事那为什么要生气呢？对不对？而且距离也没多远。我没有太生气。再说你又不知道，我就算气，我也就是那一小会儿，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就那一阵儿，再说我也没怎么生气，好吗？而且我之前就是对于他这个事儿嘛，我给他说了很多次然后他就是，我这件事做出来以后，他不先问我这个原因是不是这样，然后他接着就会给我生气。比如有一次就是我回老家了嘛我答应他第二天回来我要陪他嘛然后因为中午刚回来以后，我看家挺乱，我收拾，然后洗洗衣服什么的嘛，自己一个人在住，收拾，他就问我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6点了，他就生气了给我。我想，哎，你那天中午就回来了，你那天休班，你为什么不提前来找我啊？你不会你就非得挨到就是平时咱见面的那个时间才来找我吗？因为他没有一开始就跟我说，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说，我在家收拾，因为好不容易休个班，洗洗衣服什么的，我就理解你了呀。但是你什么都不说，直接就说我6点再去吧。那中间还有那么一个大下午，我想你干嘛去啊？你都不理我，你好不容易休个班不提前来找我，你这件事你自己提前解释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自己觉着就是说咱俩好好商量的事情，没必要就是说生气，对不对？就是他老生气是吧？对年轻女孩是气性大一些。事过以后，我就觉得，哎，干嘛要生气？这根本就屁大点事儿，为什么要生气呢？但是当时他有时候的做法就是让我很气愤，我就觉得可能只有我生气才会引起他的重视，他下次才会改进。这个男生你相处了1年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你再给他评价一下。第一开始评价的是说，我觉得这个男生虽然挣钱不多，但是踏实安全。这1年相处下来，有什么变化吗？踏实还是让我感觉很踏实，他可能就是脾气好，脾气相对来说比我强，我们可以互补一下然后就是他的处事方式，我就觉得好多事，我们要出去吃饭了，我说咱吃什么呀？不知道啊，你想吃什么？就是好不容易就1天的时间，我俩全在选择咱干嘛去？吃完饭咱干嘛去？我也不知道。那我俩就瞎溜达的怪累的。然后这1天就过去了，哎，发现什么都没干。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好不容易休次班，我跟你出去，我是想跟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并不是我说准我去哪儿，然后呢你不喜欢，你到时候肯定也会不开心，对不对？所以说我就两个人出去，而且我觉得就是2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咱去哪儿我觉得其实一个城市就那样，对吧？去哪儿就没什么太大意义溜溜，然后2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了姑娘，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年轻人谈恋爱嘛，有几种谈法。一种谈法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恋爱，对未来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虑和考量，对吧？还有一种年轻朋友就是说我谈恋爱就是奔结婚去的，我就是要有未来的，对吧？还有一种就是我随着走吧，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性，感觉好我就结婚，感觉不好我们也可以分开大体上面是这么3类3大类。你们俩的恋爱在你的心里属于哪一类？是有规划的，还是没规划的，还是随手走？到底是哪一类？既有规划又没有规划，因为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谈恋爱是一种享受啊。对但是我们规划要结婚，但是如果说你要开始准备结婚了，我们就要想各种考虑，要开始比如说攒钱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不会考虑什么攒钱啊什么之类的，要买房买车啊，我就没有这种考虑。我觉得还是享受的阶段，就是我们慢慢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就是这些物质的，就是我们要开始一块儿使劲挣钱呀，要养家呀，是这些。你这个24了对吧？资料上什么时候毕业？算是在实习阶段吧，算是毕业了吧，只是还没有下毕业证。哦，这基本算毕业了。基本上算毕业了。对未来有打算吗？有考虑吗？因为跟在学校里就不一样了。考虑的不多。考虑的不多啊。这个你家里人知道你在谈恋爱吗？不知道。爸妈对你未来的这个男朋友或者说结婚对象有什么要求吗？我家人希望我能找一个就是那种稳定工作的。工作相对稳定的。对对对，稳定工作。这个条件好像显然不太相符哈。是不是不太相符？所以我这方面挺有压力的。那你对你们俩之间有打算吗？有。啥打算？啥规划？我现在不是工作不是特别好吗？我自己也知道然后工资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想让他跟我吃苦。但是呢，我是想好好到时候跟他结婚的，因为我家里人是知道他的我是想着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把他领去见我妈妈。你都这个打算了哈？今天谁要来的呀？我吧。你来干嘛呢？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的矛盾就可以解决的，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存在的话会有问题，就是比如说做事嘛，就是可能我的脾气的确有点差，他的处事方式如果是一直这样，因为不是说这次你没陪我去医院 OK我自己去，下次或许订蛋糕的事再来一次，或许你就知道了。但是我说的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还算一个聪明的女孩，她至少能想到一点，就是可能我的脾气不会改了，那你的处事的方式应该变，这才1年嘛，所以这里面有个调整。但是在调整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女生，你有没有注意，在没有钱这个问题上，你说过几回啊？2回吧。2回。关于对于他的工作的不满，你看曲总比是3回。你看，关于他工作的问题，你对他未来的工作有要求吗？我说了，我说现在谈恋爱，我在一个我知道你在享受期，这是你说的。对所以我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求他的。工作怎么之类的，当然我希望他有一个好工作，最起码。所以这个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能让我的父母接受我再没有要求过什么，没想过。这个其实我们简单的看起来好像是女生对于男生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的不满，这个不满的背后其实还藏了一些东西呢男生其实是有想法的，对吧？比女生更务实一些。他刚才那个话你以前知道吗？说不久我想带他去见我妈妈，跟你聊过吗？他之前跟我聊过这个。你怎么答的呢？我挺想去的，因为我说实话我挺喜欢他的，他就真的让我觉得很踏实我觉得就算我发脾气他也不会离开我。你要一辈子这么跟他发脾气，你觉得他一辈子能忍吗？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收敛一下，但是我们来这个节目，我就希望我们2个都能互相有改进。其实，我有恐慌感，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他们都在一起好几年了，怎么的，都说，哎，你们现在就还在热恋期，说你们以后的事情问题会出现更多，就算你们2个互相喜欢，也会出现更多问题。所以我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就会有恐慌感，就觉得万一咱下去2年之后还这样吗？然后他总会说，哎，没事的，也还这样，怎么的，你不用担心别的，怎么。但是我内心会有恐慌感。有人追你吗？有，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前就已经杜绝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他。以前那些没看上的原因是什么呀？就喜欢上他了。以前的是让我感觉到最重要一点，就是让我感觉到没安全感。所以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我可以在他面前，我可以就释放自己，
就是我内心的各种我都可以出来，但是在他们就是之前追过我的那些人当中，我不敢这样。为啥呢？因为他让我一看，我就觉得我不敢释放，就是把我所有的我都给你看。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因为爱，是因为男生的踏实，还是因为别的？我们让老师们好好帮你们分析分析你们这一年的这个交往的这个经历，看看这段恋情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博红兄啊，谈了1年了，踏实还在，安全感还在。这一个男孩因为爱你，他在努力的改变自己。前2、3个月对他来说，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只不过在生活当中，你认为，他不上心，甚至做的让你不满意，这有一个过程。我们关键是看这个男孩爱不爱你，另外他愿不愿意为你去做出改变。我能看出他已经在努力的自己做出这种改变。所以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特别才23岁的步入职场不久的一个男生，可能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爱情的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大家去帮助他，特别是他最爱的人，你们2个人共同去努力，我想以后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当然，你让他改变这样的一种处事，对工作生活的处事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很难。但是可以平衡，做不到完美，我们尽量做到你满意。我想这你也需要努力。好，谢谢，谢谢。来，苏老师。小江哈，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爱情都是一边嫌弃着，一边又享受着。我觉得你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在你心里，你可能对这个男人是不满意的，你有很多地方你都会觉得他达不到你对于未来另一半的要求。但是你为什么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呢？你就是在这个男人面前，你才可以做公主嘛。他愿意捧着你啊，你可以挑他的毛病，而且他全部都可以接受。如果你非要他变成觉得在你身边能够给你安全感，能够让你觉得生活特别周全，然后做事情能够完全达到你意愿的那种标准，也许对他是一种折磨。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最好的爱的方式不一定非得是结婚，而是2个人都能过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苏老师。来，曲总，所有这些表现，在我认为，女孩表现都是在缺乏安全感。她是一个极度需要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女孩。比如说，父母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她多次提及说你没有钱，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自己面临的压力。他真正想说的是，我就看重你这个人，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更多的惊喜？他对你是有期望的。正是因为他想去让你变得更好，或者说想你们俩共同有了未来，他站在这个台上，同时呢，通过那些小事，他倒看你有没有规划呀。因为他现在不敢提出来，因为他知道你现在是没有规划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下去，没有规划的话，你们俩迟早是要分手的。这个女孩非常喜欢你，她在你身上是有得到她需要的安全感，她敢在你面前放肆。她自己只说的，我发脾气其实知道有时候是不对的，但是她享受着说在你面前无所顾忌这种样子，是她最值得珍贵的。但你千万不要利用她这一点，那我就是这样了。你既然想，就要去做，做出一些规划的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这并不是跟你的性格相违背的，对不对？只要你爱他多一些，只要你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那么懒。爱情当中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以说你要让自己动起来，你们感情会一步一步加深的。就这样，来，我们听听涂老师的动作。来，涂老师啊，话说到这里，其实讨论的最关键的点就是选择一个爱人，到底看他哪一些关键要素。有些人说要看他的条件。看他条件好不好，能不能挣钱，帅不帅，家庭条件好不好，这个重不重要？重要。看他的人品，这个人人品好不好，是不是有些人品上、道德上的污点，这个要不要看？也要看。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多么在乎你。如果他心里没那么在乎你，他人品好跟你是没关系的。他很优秀，能挣钱也跟你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别人的爱人。相反，如果一个人可能挣不到那么多钱，他可能条件不是那么好，但他因为在乎你，
所以他的那些优点才跟你有了关系。而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在乎你？第一点，他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跟你分享。每个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钱，他觉得这个东西最珍贵，那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那么说明他是在乎你的。那有些人认为钱不是最珍贵的，而是其他的东西最珍贵，那就不一样。第二点就是包容。记住啊，包容不是妥协啊，不是说你说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咽下这口气，我可以让着你，这不叫包容。真正的包容是在于你所说的任何一些即便是伤害他的事情，他也能够宛然一笑，他能够理解你，因为他了解你，他能够真正的化解你对于他的伤害，或者是对于你们俩的伤害，他都能够包容。这是一点。第三点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人派得上用场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你？真正最关键的时候，是你心里特别需要他的时候，你有挫败感的时候，你生命危机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的出来。哪怕这个人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吊儿郎当的，就是不求上进的，平时就是挣不到什么钱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能出来，说明他是在乎你的。所以有些女生啊，眼拙呀，她们总是很矛盾。你说我很喜欢他，我又分不开，他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者达不到我家庭的要求。他不是跟你家人结婚的，他是跟你结婚的。他有多优秀，有多成熟，如果他不爱你，这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看一个什么样的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你得看到那个点上才行。如果这几个点都有了，其他的细节是不重要的。我们不是找一个优秀的人，也不是找一个好人，我们是找一个凡夫俗子有问题，但是比别人都在乎我的人。我们是找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你的爱人。明白了没有？自己好好考量一下，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啊。在这个层面上，必须得补充两句。他很在乎你，他很在乎你，但是你是不是接受他的在乎，这就是个对位问题。比如说，我很在乎金钱，这个人给我的都是时间，他再在乎我，配不到一起，是不是？对吧？这就是一定要配到一起，我满足这些条件还得配到一起。涂老师刚才讲的是我怎么判断这个人对我好不好，翻回头是那对你好的人很多呀，很多人都追求你啊，在一群追求你的人当中，有3个人都达到了，同时达到这3个条件，你选哪一个呢？所以在我看来，谈恋爱一定是独立的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找那个自己合适的人。如果你真的判断出来，像涂老师说的，他是在乎你的，下一个要判断的是你在不在乎他给你的这份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东西碰不到一起，他给你的越多，你会越反感。行了，你慢慢生活，你去体会吧。我平时确实有些事做的不好，不够成熟嘛。毕竟身为一个男生，应该懂得去照顾你。有时候做的确实挺不对的。然后，但是我也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然后我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可是我愿意去努力。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太任性了吧，但是我是真的就很想跟你结婚，我甚至经常会想我要怎么跟我妈去说，跟我父母去解释这些。我不想，我不想。来，请亮灯吧。时间到啊，2位请回啊。来，请关门，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亲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我跟你说啊，还有很多困难你慢慢去摸，慢慢去克服。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这里是爆笑综艺场，咱们下期再见。